各位网友，大家好。这期说的话题是中国果断出手，铁矿石价格大跌，澳大利亚立刻复燃。近期一度对中国叫嚣战鼓已经敲响，必须准备好再一次派出战士战斗的澳大利亚内政部的秘书长麦克佩佐洛忽然怂了。他在澳大利亚国会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自己那些激进的言论不能代表政府的意志，仅仅是其个人的观点，并且强调在发表这些言论之前并没有寻求内政部长的同意。接着这个佩佐洛否认他的这些言论是针对中国，然后承认对大国发出战争威胁是不可能的，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和平，尤其是在中美及其盟友共处的印太地区。也就是在今年5月身为澳大利亚内政部秘书长的这个佩佐洛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公然宣称战鼓已经敲响，那声音是时近时远，我们必须准备好再次派出战士战斗。而澳大利亚的内政部长听了这番言论之后表示十分的赞赏。接着澳大利亚的防长就宣称澳军介入台海冲突不是不可能的，而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也表态，准备好与中国的战争是我的职责。那么现在这位澳大利亚的内政部秘书长为什么忽然怂了呢？已经敲响了战鼓，怎么偃旗息鼓了呢？原来是中国出手了。我们知道这2年澳大利亚一直冲在反华的第一线，充当美国的打手，这导致中澳的关系急剧下滑，自然影响到了中澳之间的经贸往来。从去年开始中国对许多澳大利亚商品采取各种形式的制裁措施，使澳大利亚的对华出口大大降低。根据统计，除了铁矿石，去年澳大利亚几乎所有对华出口商品的出口量都下降40%以上。今年以来，中国又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葡萄等等，应该说澳大利亚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但是澳大利亚仍然不知悔改，继续在反华的道路上狂奔，不但撕毁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协议，还打算强制收回中期买下了99年产权的达尔文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澳大利亚觉得他对付中国手里有牌，那就是铁矿石。中国本来对铁矿石的需求很大，加上疫情的控制的好，经济恢复的很迅速，对铁矿石的需求出现了爆发性的上涨。但中国偏偏是一个缺铁的国家，铁矿石严重依赖进口，而澳大利亚拥有巨大的铁矿石资源，而且品质特别好。加上另一个铁矿石来源国巴西因为疫情产量一直不能恢复，所以去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暴增，占到了中国全部铁矿石进口量的60%，这导致铁矿石价格的飞涨。5月初铁矿石价格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吨200美元，到5月中旬更是涨到了惊人的230美元一吨，这让澳大利亚人是赚得盆满钵满，弥补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损失。根据统计，2020年虽然中国制裁了大量的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但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仅仅是下降了 0.2%， 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些经济制裁措施根本没有打疼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也认为铁矿石是中国的刚需，有了这张王牌，中国拿澳大利亚没有办法，甚至叫嚣中国给澳大利亚造成损失都要从铁矿石上补回来。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政府果断出手。5月以来，中国连续5次出手对铁矿石的价格进行干预和调整，约谈相关企业，严禁哄抬价格，鼓励寻找新的进口源。这些措施效果立竿见影，短短几天，铁矿石的价格就从高位下跌了 30%。 同时巴西正在从疫情中恢复，马上就会对中国扩大铁矿石的出口。而中国企业在非洲也成功的掌控了不少优质的铁矿资源。没有了铁矿石这张王牌，这下澳大利亚可能要彻底傻眼了。于是先前发出强硬言论的这些官员纷纷出来说软话。但是中国不是3岁小孩，澳大利亚要是不彻底反思，不痛改前非，不从实际行动中表明态度，中国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条美国走狗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